中美登月，誰將搶得先機？就在幾天前，也就是2026年4月10日，人類航天史上發生了一件足以載入史冊的大事。美國的獵戶座飛船載着4名宇航員，在繞月飛行了整整10天後，拖着長長的火光，穩穩地降落在了太平洋的海面上。這是自1972年阿波羅計劃結束以來，人類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回到了月球家園的門口。你是不是覺得，既然美國已經載人繞月成功了，那重返月球的第一名肯定非他們莫屬了？先別急着下結論，就在美國人歡慶勝利的時候，大洋彼岸的中國，文昌航天發射場也是燈火通明。長征10號火箭、孟舟飛船、揽月着陸器，這些名字聽起來是不是特別有中國式的浪漫？但浪漫背後，其實已經進入到了新的白熱化的月球爭奪戰。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這個讓全世界航天迷都睡不着覺的話題：中美登月，到底誰將搶得先機？是老牌霸主美國能守住榮耀，還是穩紮穩打的中國能後發先至呢？我們先來看看美國這邊的阿爾忒彌斯計劃。說實話，美國現在的處境有點像是一個曾經的短跑冠軍，退役多年後想重回賽场，結果發現鞋帶還沒繫好。雖然這次阿爾忒彌斯2號任務圓滿成功了，驗證了 SLS 火箭和獵戶座飛船的可靠性，但這只是繞月，還沒到落地那一步呢。真正的重頭戲是阿爾忒彌斯3號，也就是那個要把宇航員送上月球表面的任務。原本 NASA 喊出的口號是2025年登月，後來推到了2026年，結果就在最近，時間表又變了。根據最新的官方消息，阿爾忒彌斯3號的載人登月目標已經推遲到了2028年初。為什麼推遲？原因其實挺尷尬的，因為 NASA 把最關鍵的梯子，也就是月球着陸器，外包給了馬斯克的 SpaceX。馬斯克的星艦大家都知道吧？那是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火箭，但也確實是個吞金獸和跳票王。你可能要問了，星艦不是已經試飛好幾次了嗎？怎麼還沒搞定？其實啊，星艦要實現登月，面臨的技術挑戰可以說是地獄級的。首先是軌道加油，星艦太重了，光靠自己那點燃料根本飛不到月球，它得先飛到地球軌道上，然後像接力赛一樣，由好幾艘加油星艦輪番給它餵燃料。NASA 估計要完成一次登月任務，可能需要10幾次甚至20次的軌道加油，這在人類歷史上可是從來沒幹過的事兒。哪怕出一點差錯，整個任務就得報廢。再一個就是低溫推進劑的長期儲存，星艦用的是液氧和甲烷，這玩意兒得在極低溫度下保存。在深空飛行好幾天，怎麼保證這些燃料不氣化、不爆炸？這又是另一個世界級的難題。所以你看 ，NASA 現在雖然表面上很淡定，但心裡肯定在打鼓。他們把所有的籌碼都壓在了馬斯克身上。如果星艦在2026年5月的關鍵試飛中再出點什麼岔子，那2028年登月的目標恐怕又要生變了。說完美國，我們再來看看中國。如果說美國的風格是豪賭，那中國的風格就是長跑。中國載人登月的目標非常明確，2030年前，這個時間點從幾年前定下來到現在，從來沒變過。這種穩定性在航天領域其實是非常可怕的。就在今年2月11日，中國在文昌成功實施了長征10號運載火箭系統的低空演示驗證。這次試驗不僅驗證了火箭的逃逸系統，更重要的是它完成了新一級的海上回收驗證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中國的登月火箭從一開始就在考慮重複使用和降低成本。中國的技術路線和美國完全不同。美國是想用一枚巨大的火箭解決所有問題，而中國選擇了2次發射環月對接的方案。這個方案聽起來可能有點複雜，我給你打個比方，美國的方法就像是開着一輛超級大房車，拉着所有的行李和補給，一口氣從北京開到拉薩。車子必須足夠大，動力必須足夠強，但一旦車子在半路壞了，整個旅行就泡湯了。而中國的方法呢，更像是接力赛，先派一輛貨車，也就是揽月着陸器，帶着登月需要的装備，先去月球軌道占個座。等它安頓好了，再派一輛客車，也就是孟舟載人飛船，拉着宇航員飛過去。2輛車在月球軌道上打個照面，對個接，宇航員從客車鑽進貨車，然後降落到月球表面。這種方案雖然多了一次發射，
但它有個巨大的好處，穩。它對單枚火箭的運載能力要求沒那麼變態，而且每個環節都可以獨立驗證。萬一貨車沒發好，客車可以先不發，損失可控。這種小步快跑、穩紮穩打的思路特別符合中國人的性格。而且你發現沒有，中國在關鍵技術上的突破是成體系的。長征10號火箭不僅僅是能飛，它還在攻克新一級海上回收的技術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未來的登月成本會大幅下降。你想啊，如果火箭能像飛機一樣重複使用，那登月就不再是偶爾為之的面子工程，而是可以常態化的月球班車了。到那時候，去月球出差可能真的不再是夢想，你說是吧？而且你發現沒有，中國的配套設施進展得非常神速，夢舟飛船、攬月着陸器都已經進入了初樣研制階段，甚至連宇航員穿的登月服名字都取好了，叫望宇。說到望宇登月服，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，它得在月球極端的溫差下保護宇航員，還得防輻射、防月塵。據了解，望宇登月服已經在材料和關節設計上都有重大突破。除了衣服，還有載人月球車。中國正在研制的月球車不僅要能拉人，還要能拉貨，甚至還要具備一定的自動駕駛能力。這種體系化的推進速度讓美國的航天專家都感到壓力山大。他們發現中國是在構建一整套月球開發的生態系統，從火箭到飛船，從着陸器到登月服，每一個環節都在同步推進。那麼問題來了，這場競賽的核心點到底在哪兒？其實不僅僅是看誰先上去插旗，更重要的是看誰能先在月球南極站穩腳跟。月球南極那可是現在的黃金地段，為什麼大家都盯着南極不放？難道那裡有金礦？其實啊，那裡比金礦還珍貴。科學家們推測，在月球南極的一些永久陰影區裡，可能藏着大量的水冰。你可別小看這些冰，在太空中，水就是生命，水就是燃料。有了水，宇航員就能在月球上長期生存，把水分解成氢和氧，月球就能变成人類前往火星、前往深空的超級加油站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月球是一個巨大的空間站，那南极就是它的能源中心。誰先在那裡建立了基地，誰就掌握了未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深空開發的主動權。所以，現在的中美登月競賽本質上是在搶占未來的戰略制高點。而且，南極的地形非常複雜，到處是高山和深坑，適合降落，光照充足又能踩到水冰的地方就那麼幾個。這就像是在大城市裡搶學區房，好位置就那麼多，誰先到誰先得。另外呢，美國現在拉着幾十個國家簽了阿爾忒彌斯協議，想建立一套自己的月球規則。這個協議裡有些條款，實際上是在為美國及其盟友劃定安全區。這意味着，如果美國先到了某個地方，它就可以宣布周圍區域是它的勢力範圍。這種做法在國際上其實也引起了不少爭議。而中國則選擇了另一條路，積極推進國際月球科研站 ILRS 的建設。理念是共商、共建、共享，不管是大國還是小國，只要願意合作，都可以加入進來。目前已經有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加入進來。這已經不僅僅是技術的競爭，更是戰略眼光和國際影響力的較量。美國走的是盟友路線，而中國走的是夥伴路線。這兩種不同的治理模式在月球這個新大陸上展開了正面交鋒。哪種模式更能代表人類的未來呢？是建立一個小圈子，還是構建一個命運共同體？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，對吧？接下來我們再來對比一下兩邊的優劣勢。美國勝在經驗豐富， SLS 火箭和獵戶座飛船已經是現成的了，而且商業航天的創新能力確實強。但他們的短板也很明顯，政治因素干擾太大，每換一屆政府，預算和計劃就可能面臨調整。而且過度依賴商業公司，一旦某個環節出問題，整個計劃就會癱瘓。中國呢，勝在政策的連續性和執行力。如果你觀察過中國的航天計劃，你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。中國吹過的牛，最後都實現了。從嫦娥1號實現繞月，到嫦娥3號成功落月，再到嫦娥4號人類首次登陸月球背面，還有嫦娥5號帶回月壤，甚至是嫦娥6號即將實現的月背採樣返回。
這一步步走來，就像是按照一張精密的圖紙在施工，幾乎沒有走過彎路。這種一張藍圖繪到底的定力，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。同時呢，國家戰略高度重視，資源集中，每一步都走得非常扎實。雖然中國在載人深空探測的經驗上確實比美國少，但追趕的速度真的讓全世界都感到壓力。你看看現在的文昌發射場，幾乎每個月都有大動作。這種穩健的推進態勢，其實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。NASA 前局長納爾遜就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表達過對中國先登月的擔憂。雖然他嘴上說美國會領先，但行動上卻在不斷催促 SpaceX 加快進度。所以，回到我們最初的那個問題，誰將搶得先機？如果 SpaceX 的星艦能在未來2年內創造奇蹟，美國確實有很大幾率在2028年重返月球。但如果星艦繼續卡殼，而中國的長征10號在2027年順利首飛，那麼在2030年前，完全有可能看到5星紅旗在月球南極飄揚。甚至有一種可能，就是美國雖然先上去了，但只是打個卡就走，而中國上去之後，憑借強大的基建能力，直接就開始蓋房子、搞科研了。到那時候，誰才是真正的贏家，還真不好說，對吧？其實啊，我個人認為，誰先誰後並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在沉寂了半個世紀之後，人類終於再次燃起了对星辰大海的渴望。這種競爭本質上是在逼着人類去突破技術的極限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這裡。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